在这个星球上，曾存在许多人类已知与未知的文明，他们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进步与进化。文明的毁灭与诞生是这游戏的一部分。如今，人类又快走到文明的关键点，极端气候的发生、AI 的快速发展、人口结构的改变，人类面对的只是更大游戏的一小部分。人类已逐步走向一的法则的进化版本。看看那些渐渐只剩空壳的宗教组织，那些渐渐觉醒却不知所措的人们。然而，有些真理与修炼如琥珀被保留了下来，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觉醒者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这一集我们继续庄子的齐物论，齐物论是庄子思想的核心，值得学人们好好的参究。上一集我们说了南郭子綦这个人在静坐时进入了一种神秘的境界，跟他的弟子子游说无丧我。阿吴也教了大家懒人装死法，如果荧幕前的你有认真练习，要在几个礼拜之内达到忘身的境界并不难，不知大家有没有好好练呢？如果连懒人装死法也懒得练，阿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喽。但忘身和忘我有什么分别呢？忘身容易达到自身能量的觉醒，而忘我容易达到悟空，但这里都只是说容易达到，实际上要以你忘身、忘我的深度而定。忘身最容易卡关的地方是在我们身体的下丹田，也就是脐轮这个地方，会有一种想抓住什么的矜持，这种抓住什么的感觉容易造成人们紧张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难以察觉，那是人类的能量出口，那是被世世代代人们传承与遗传的许多观念封印的结界，只有当人们绝对放松，或是将死之时，这封印才会解除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在人类不管男女达到性高潮的时候有机会解除，但这有一个前提，需要在头脑清明的状态下才有可能，这是所谓双修秘法，这是阿吴在琥珀第1季第2部魔法篇章里有提到的。所以忘身得定的境界容易引发神通，也就是自身能量的觉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忘我是什么呢？忘身是自身能量与宇宙能量相共振连结，忘我是更精神层面的与本体连结，或回归真我，这里的重点在于你的头脑，而不在腹部。当然，两者是有关联的，但为了让你懂，这里把它们拆开说明。相较于我们的身体抓的是腹部的能量，我们的头脑也有想要抓紧紧的东西，那就是自我的认同。区分彼于此，这个认同并非是错的。有了认同与区别分辨，才能让我们在这个星球的社会上好好存活。但这只是毛毛虫阶段，人类还需更往前一步，把这分别出来的自我再度回归到宇宙意识中。毛毛虫还需接蛹、羽化。这是神把自己分割出去后，迷失后，再度回到神的怀抱。这是圣经里浪子回头、迷途羔羊的隐喻。在无丧我后，南郭子綦继续向他的弟子子游说了有关地籁、人籁与天籁，这是要说明他进入无我后的体悟。地籁是指大自然的风吹拂万物所发出的声音，人籁是指人吹奏乐器所发出的声音，但这里不只指乐器，还包括了人的各种思想，不管是借着乐器发出的声音，还是借着人的喉咙发出的语言，
更深的是人们头脑的思想思绪，这都可以叫做人籁。而天籁呢？南郭子綦没有直接给答案，而是问他的弟子：风吹过万窍而有不同的声响，这些声响之所以如此，都是由洞窍本身的形状而产生的。但究竟这个产生音响所发动的风又是谁呢？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，也在为其物论下面的思想做个开场。首先我们看万物本身因不同的形状而受风吹拂，所以会有不同的声音，所以这里点出不同的是万物本身的形状，那个自在的风却是同一个现象。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人们因着前世今生，经过许多宗教、国家、种族的社会化与各种信念更深蒂固的制约与内化后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形状。这个洞窍，每个人都不尽相同，每个国家和民族也不同。只要风一吹，只要生活事件一发生，人们就会像万物因着洞窍，叽里呱啦的讲个不停，不断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反驳对方的意见，然后争吵、厮杀、战争。各位看看，这不就是自古至今人类行为的运作轨迹吗？所以这里学人有两个问题：一，风从何而来？声音从哪里来？洞窍既已形成，声音从洞窍来吗？二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怎么做才能不像世人一样，不像机器人一样，一起风，生活的事件一来，我们就开始不自主的喋喋不休，头脑又开始躁动，情绪跟着起伏呢？这都是大问题，自古的经典好几万卷都说不完了。阿吴就长话短说，给出最精辟又直接的答案给大家吧。阿吴可不像许多宗教大师说了半天，只是绕着问题转啊转的，始终答非所问哦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让阿吴讲个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给大家听，答案也许就在里面哦。相传六祖慧能大师从师父弘忍处接受衣钵之后，返回广东曹溪，过了16年，来到广州法性寺。一晚，寺旁的旗幡被风吹动，发出飒飒的声响。有2位禅僧听到，便以风和幡的晃动，做出哲理上的辩论。其中一个和尚说：“旗幡是被风吹动的。”比喻自己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只是因为有外境的纷扰而引致心动，所以外境的引动是众祸之源。另一个和尚却说：“旗幡是自己飘动的。”譬喻自己的妄心不清净，不守本分，烦恼只不过是外缘，不是主因，所以妄心的本动性是罪魁祸首。两人各持己见，为了风动和幡动争论不已。六祖慧能先是冷眼旁观，然后便开口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与六祖的这2个故事里的风皆是相同，泛指外境的现象变化，幡也就是旗子，和人的洞窍指的是人内心的各种制约与业力。这里六祖大大果然很快就抓到了要点，不随人们的是非争论，而说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这句禅宗经典句子，并不是环境的影响，并不是这个人本来的个性与受制约的程度影响，而是仁者心动。仁者就是道家指的真我，就是指人们未迷之前的那个单纯的心。这个单纯不是指笨，而是更进化，这我们之前说过了。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回到刚才郭南子綦的地籁、人籁与天籁的2个问题：一，风从何而来？声音从哪里来？二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阿无戒禅宗的解法就是一句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，就请你回家自己参了。这和我们前几集所说的正定一样，
外在的纷扰与你自身的信念，这两者与你何干？任它起，任它落，我自逍遥无一事。所以风雨声音从何来？从你的心一迷之后就接踵而来。所以别再扯外在环境下水了，别再以自己的业力与个性当理由了，这些都不是借口与真正原因。原因在于那个真正的你迷了，那个仁者心动了。至于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这在之后齐物论的篇章庄子大大会继续讲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。而天籁到底是什么？阿吴就继续往比较能量现象的层级来说说吧。风一吹万动俏狂嚎，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能量的层次上，这个风就是指地球的舒曼共振。也许有人是第一次听过，让我来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舒曼共振吧。当闪电在地球大气层中放电时，电磁波在地表与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，形成固定频率的共振波。这个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地球共鸣腔，主要共振频率约 7.83 赫兹，当然还有其他次频率。在目前科学观点中，它与人类的关系为一，与脑波的频率接近。人类大脑的 alpha 波频率约8至12赫兹，与舒曼波的主频 7.83 赫兹非常接近。因此，有学者推测，地球电磁场与人脑可能存在微弱共振现象。二，对身体的潜在稳定作用。一些研究指出，当人处于高电磁干扰或都市环境时，若有机会接触自然，如森林、海边、大地，人体可能与地球的自然频率重新同步，这有助于减压、放松、改善睡眠与生理节律。对于舒曼共振对人类的影响，目前人类的科学还无法做有效的统计与研究。如果我们以更开放的角度来看，舒曼波常被视为一，地球的心跳频率 Earth's heartbeat， 象征地球意识的律动，是一切生命共振的基准。二，与人类意识共鸣。有些灵性学派认为，当人心平静、接地 grounded 与自然连结时，人体能与地球舒曼波共振，进入深层平衡状态。三，地球意识提升的象征。在一些通灵或能量圈中，当舒曼频谱变化剧烈，被视为地球能量正在升频，人类意识正在进化的征兆。要完整聊聊舒曼波，大概又要花好几集介绍了。总之，人并非与自然分离，而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共振的生命场之中。有人会认为什么舒曼共振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认为阿吴又扯远了。不，那就像你问空气和我有什么关系一样搞笑。舒曼波和地球人时时刻刻都有着紧密的关系，影响着每个人的身心灵。当我们静坐，让我们的大脑长时间处于 alpha 波频率约8至12赫兹，此时就容易与地球的频率互相共振。互相共振后，地球的万物能量就开始与你有关联，这会开启你身上的能量通道，这是修仙的第一步。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一开始的主角。南郭子綦打坐进入无丧我后听到的天籁舒曼共振，他的脑波在那一刻与地球的频率对上了，共鸣了，所以忽然领悟了什么。好了，今天先这样，下课喽，拜拜。When you made it down the aisle, every moment stole my breath. Bet you could see it in my smile.